日本发布外交蓝皮书，要同时得罪中俄韩，恐怕拜登看了也得摇头。大家好，我是肖云华。自从岸田文雄上任以后，日本在他的带领下，正逐渐走向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按理说，日本往危险的道路上走，是拜登政府非常乐意看到的，甚至有美国在背后默许支持的可能。毕竟在亚太地区有一个危险的日本，极大地增加了该地区爆发冲突战争的概率，而这也非常符合拜登政府对付中国的计划。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岸田文雄要带领日本走上的这一条危险道路，估计能把拜登气出个好歹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外务省近日发布了一份重磅文件，惹了众怒。据其日本新版外交蓝皮书中，其不仅宣称中国正在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还明确把中国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然而在这份文件中，不仅提到中国，还提到了俄罗斯和韩国，可谓是要同时得罪中俄韩三国。因为日本在文件中再次把北方四岛和诸岛这些争议岛屿称为日本固有的领土，还强调俄罗斯非法占领了北方四岛。在外界看来，日本把和俄罗斯有争议的北方四岛称之为固有领土，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日本已经用实际行动彻底得罪了俄罗斯。既然已经得罪了俄罗斯，日本自然也就不会顾及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只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日本方面还在这份文件中把自己与韩国有争议的领土诸岛也明确称之为日本固有领土。虽然说日本对于诸岛的态度一直很坚决，但是在眼下这个时候，日本的这份坚决恐怕连拜登看了都得摇头。大家知道，自拜登上任以后，一直都在想办法撮合日韩两国，希望两国能够摒弃历史恩怨，共同登上美国的反华战车，两人一起并肩作战。为此，拜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而尹锡悦也做了不少妥协。原以为尹锡悦前不久的一趟日本之旅，就是日韩两国改善关系，从此要并肩作战的一个信号。毕竟有美国在背后劝和施压，尹锡悦又放低了姿态，亲自上门求和。岸田文雄无论怎么样也应该和韩国把关系搞好。然而岸田文雄似乎根本不为之所动，于是在日本防务省发表了新版的外交蓝皮书中，再次把诸岛称为日本自己固有的领土。对此，韩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强烈的反对，并表示韩国政府今后将对日方涉诸岛一切不当主张予以强硬的应对。总之，日本此举也可谓是激怒了韩国，而在诸岛问题上互不相让的日韩也很难真正并肩作战。所以说，岸田文雄带领日本走的这条危险的道路，或把拜登气出个好歹来。因为如果日韩不能一起合起伙来，美国在亚太针对中国的目标就很难真正实现。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如今公然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并污蔑我国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这其实是对中国的一种公然挑衅。对此我们绝不惯着。至于要不要出手反制日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或许用不着我们出手，岸田文雄就会把日本带入灭亡。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